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新加坡人每天喝的水，有一部分真的和你家马桶冲走的废水有关，甚至新加坡还做过一款啤酒，原料就来自处理后的废水。很多人听到这里，第一反应就是生理不适。可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这个玩笑有多猎奇，而是一个国家为什么必须把技术做到这一步。就在这2年，新加坡还在继续往水系统里砸钱，登加储水池投入运作，政府也继续加码新一代净水和循环技术。问题来了，一个早就被当成全球水务样板的国家，为什么到今天还在死磕水？因为对新加坡来说，水从来不只是民生，它直接连着工业、能源、安全，甚至国家有没有谈判底气。今天这期，我们就把这套藏在地下、藏在水面，也藏在国家战略里的供水系统，一层层拆开。先把时间拉回到1965年，今天的新加坡看起来像一座精密运转的现代城市，但独立那一年，它首先面对的不是怎么发财，而是怎么活下去。这个地方雨不少，年降雨量其实很高，但问题在于，新加坡没有高山，没有大河，也没有特别好的天然地下含水层。雨一下来，很多水很快就流走了，留不住。建国初期，新加坡的淡水供应高度依赖从柔佛输入，水一旦被别人卡住，整个国家从居民生活到工厂运转都会被掐住脖子。水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生命线。李光耀后来一直把水安全当成国家生存问题，不是修辞，是真的。因为当一个国家连最基础的饮用水都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很难说自己有完整的战略自主。也正因为这个死局，新加坡后面几十年的很多政策看起来像基建、像环保、像科技，实际上底层逻辑只有一个：把受制于人的命门一寸一寸抢回来。接下来你会看到新加坡是怎么把这个几乎无解的问题硬生生做成一套全球最强的城市级水系统。第一个必须讲的就是深隧道阴沟系统，也就是 DTSS。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炫，但它的工程逻辑非常狠。一般城市处理污水要靠很多分散的污水厂、泵站和地面管网，既占地也耗电。新加坡不想这么干，因为地太贵，空间太紧，系统还得足够稳定。他干脆把主干系统整体压到地下深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给废水走的地下高速公路，隧道埋深可到地下20-30米，甚至更深，直径巨大，把全岛废水集中送去樟宜和大士做处理和回收。最厉害的地方不是管道大，而是它大量利用重力流，也就是前期把坡度、落差、流量全算到极致，后面就能少用很多抽水设备。省电只是表面，真正厉害的是它把地面空间释放出来了。原本要给泵站、污水设施、管线、廊道让路的土地，可以继续拿去做住宅、工业和公共设施。你会发现，新加坡很多基建的核心不是单点炫技，而是把空间、能源和长期维护一起算。登加储水池就是很典型的延续，它服务新镇和工业需求，通过更高效的储配设计稳定供水，也尽量减少额外能耗。表面看是一座储水设施，背后其实是同一个思路。水系统不能只是能用，还得低能耗、低占地、可扩展，能扛住未来人口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但光有大工程还不够，很多城市的问题不是不会建，而是建完以后守不住。水厂辛辛苦苦把水处理好了，结果送到用户家之前，先在地下漏掉一大截。新加坡在这件事上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它长期把未计量用水控制在很低水平，这个指标里面包括管网漏损、计量误差，也包括一些未经授权的使用。放到全球范围看，这个水平是非常靠前的。怎么做到的？靠的不是一句管理严格，而是一整套精细化系统。第一层是分区计量，把大范围管网拆成更小的监测单元，哪里流量异常，先快速锁定区域。第二层是传感器和声学检测，地下管道一旦出现细微漏点，压力、流量和声音特征都会变，系统能先发现异常，再由团队去精准排查。第三层是更新节奏，不是等爆管了再修，
而是根据寿命、材质、风险等级做预防性更换。你别小看这一点，水系统最烧钱的，从来不是建成那一天，而是几十年里有没有能力持续维护。新加坡真正强的地方，是他把看不见的损耗也当成国家资源在管。对一个缺水国家来说，少漏一滴水，不只是省钱，而是把安全边际再往上推了一格。如果说 DTSS 解决的是怎么高效收集和输送废水，那大势纽带解决的就是怎么把处理过程本身也变成资源生产。Truist Nexus 是新加坡把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和大式污水回收厂放在一起做协同设计的项目。这个思路很关键。传统观念里，垃圾是成本，污水也是成本，两个系统各烧各的电，各占各的地。新加坡换了个问法，既然两边都会产生可利用的能量和副产物，为什么不把它们打通？这样一来，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食物、垃圾等有机物可以进入协同处理流程，产出生物气，再拿去发电。焚烧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热，也可以反过来支持设施运行。结果就是整个系统的能源效率被大幅拉高，对外部电网的依赖显著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环保项目，它直接服务国家水安全。因为新加坡未来要支撑更高端制造业、电子业、数据中心，就必须有稳定、可持续、成本可控的水处理能力。水务系统如果自己就是耗能大户，国家压力会越来越大。Truist Nexus 厉害的地方是把水、废弃物、能源三件事合成一套闭环逻辑。别人还在把污水厂当负担，新加坡已经在把它改造成资源工厂。再看水面上这层布局，新加坡土地稀缺，想大规模铺太阳能，本来就比很多国家难得多。它的解法很直接，地不够就把电站铺到水上。腾格蓄水池的浮动光伏项目是新加坡能源和水务结合的最漂亮的一笔。大片太阳能板直接铺在蓄水池水面，发出来的电可以供应水处理设施使用。这里面不只是发电这么简单，太阳能板铺在水面上，水体本身能帮助降温，提升组件效率。反过来，板子遮挡阳光，也能减少部分蒸发。也就是说，同一块空间同时服务发电和保水，两头都赚。像新加坡这种地方，任何一块土地，任何一片水面，都要被算出复合价值。更细的一层是运维，大规模阵列最怕坏了找不到问题，新加坡就把无人机巡检、数字化检测这些工具接上去，提高故障识别效率。你会发现，新加坡做基建不是只追求一个世界最大、世界首个的标签，它更在意的是系统能不能长期稳定跑，能不能把资源压榨到极致。对外行来说，这是一片太阳能板；对新加坡来说，这是把供水系统往低碳、低成本和更高韧性再推一步。把前面这些拼起来，你就能看懂新加坡的底层打法了。它不是靠某一个天才发明突然翻盘，而是几十年持续投入，把集水、输水、回收、淡化、能源和管网管理全部做成一张网。今天，新加坡相当大面积的国土都纳入了雨水收集系统。下雨不是麻烦，而是资源。沟渠、河道、蓄水池、泵站、闸门和净水设施全都在同一套国家级逻辑里协同运转。滨海堤坝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它既帮助防洪，也把滨海湾变成淡水蓄水体，把原本面向大海的空间直接改造成国家水库的一部分。你再回头看那些被拿来开玩笑的词，什么喝厕所水，什么尿液、啤酒，其实都抓错了重点。重点从来不是噱头，而是一个没有天然优势的国家怎么靠制度、工程和长期主义，把最脆弱的命门变成最强的能力。新加坡真正值得研究的，也不是他修了多少管子，而是他愿意为了一个几十年后才完全兑现的安全目标，持续花钱、持续维护、持续升级。这种事说起来不浪漫，但它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会不会被人卡住。如果你看到这里，应该能明白，水在新加坡不是公共服务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国家底气。如果你还想看新加坡那些表面平静、底层及硬核的政策和基建，记得关注阿明看师程。